们先来找人体正面的骨骼标记，它的肌肉特别的发达饱满。那么肌肉鼓出来了之后呢，把骨骼的结构给遮掉了，但是呢它还是有痕迹的。我们看到这个位置，这个就是它锁骨的位置，然后这个位置有一个窝，那么这个是它的颈窝。颈窝呢是由两侧的锁骨头构成的，也是胸骨的上边。那这个位置我们就可以判断为胸腔上端的圆面前面的这个部分。那么往后面怎么去画呢？可能还不够判断准确，我们可以先不画，我们先把它的锁骨找一下。我们大概根据在图片中看到的一点，然后把看不到的部分呢切出来，大概符合我们所掌握的它的基本造型。这就是它的锁骨，然后紧接着锁骨后面对着的呢是一块肩峰，这一侧肩峰不容易看到，我们可以靠想象找一下它前面的弓线。然后在这个模特中，它胸腔下端的形状不容易看到，怎么办呢？以肚脐这个位置有一个参照点，在肚脐这个水平位稍微偏上一点的位置，判断为胸腔的下端。然后这个人的胸腔最靠近体表的部分呢，应该是在这两个地方。那么我们就先把胸腔的宽度确定出来，顺着这个宽度向上接一个比较自然的弧度，再接过来，让这个卵圆形看起来舒服自然，这样是一个卵圆形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大概其就能够得到一个胸腔的基本形状了。在这个人体当中啊，它这个胸腔看起来小一些，因为它肌肉比较发达比较强壮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画胸腔上端的这个小圆面了，然后在中线的两侧画两条线来画一下它胸骨的一个宽度，下边是剑突。那么下边这个形状呢，在这个人体中看不到，我们就可以随意画了，但是要有它这个基本特征。这个是往外扩开，这里呢是往后转，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找一个转折点，因为它是一个偏1/3的角度，在这边往后转的时候呢，看起来就是往回转，因为它是圆过去的。得到了它的一个骨骼的造型。那么在肩峰的下边画一个小圆球，根据它手臂的一个朝向，到肱骨朝向，这样我们就得到了这个男性模特他的肩峰部骨骼结构。